有请薛凯琪。老师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薛凯琪。我本身读书的时候是读装置艺术，所以我就弄了2个，就是这个 collage 给你们看。那边是讲我作为一个演员的人生。我第一部演的电视剧《雪景雄心》，还有一个就是导演你的电视剧《新不了情》。然后这边就是我本人。我读书的时候，我很爱画画。以前画画是给我去发泄我的情绪的，因为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抑郁症了嘛。然后抑郁症对于观众来讲，我可能就消失了一段短暂的时间，但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这个短暂的时间让我得到了更多。现在我看人生就是面上不好的东西得会有它的好处啊，所以我现在就变坚强。谁说你是香港最后一个小女啊？最后一个少女，香港的少女死掉了吧？全部死掉了，只剩下你一个。粉丝说的，不是我自己说的。现在我感觉你还是少女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不知道你，我今天看到40岁不可能，我以为你30岁。对，凯琪的外形很好，她很显小，这是演员的其中一个优点。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凯琪啊，那你今天真的，我跟你都熟，我们摊开来问啊，不做作，也不拐弯了，你今天来这里干嘛？想要什么？我真心就是我好像是40还是41生日了嘛的时候，我参加过就是有一个就是也是唱跳的比赛，然后我就发现就算你多老都好或者多年轻都好，就是人去强迫你的时候，原来你可以唱跳一件你以为你不可以的。我来这儿的时候，除了就是我有很多 TVB 的剧我喜欢，但我觉得我想要尝试一些可能公司也没得考虑，我也没得考虑，然后就演去了，然后就对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历。其实我在38岁那时候突然没戏拍，我在怀疑我自己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藏在家里，我也跟你一样有忧郁症。我整整5年，对，5年没办法出门口。可是有一次，真的我做了错事，我自杀了。我家人踢我房门，把我救了，不敢送医院，怕那个新闻出去。当我救了起来，我第一眼睁开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妈整个脸肿了，哭得肿了是吧？哭得肿了，整个脸肿了，我妹也肿了。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有病，而不是因为社会淘汰我，是我淘汰社会。我那时候整整用了3年，我读书，我整理自己，我让自己有神采，我再重新敲门。从来不做的事情，我去敲门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戏给我啊？几天也好。后来挺尴尬的，41的时候当街不行，当妈不行。我相信你现在也是有这个尴尬期。没有啊。我感觉他没有。其实我替你紧张，我就觉得那么勤快，条件那么好，可是在41还让人家觉得你是小女孩，其实这是一个门槛，卡死你。我只是想提一个意，就是说我不想看到你，往后一直每一年加进去的时候，你还是保持着这样，然后给机会越来越少。你快谢谢红姐啦，
哎，你真的你不断打岔，我真的我知道我是很挺爱他的，在台上所有的演员今天跑到这里，我真的，真的，我知道，我真的想他们好。对。因为今天其实我昨天我都跟气总主说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心里话，我看着你很像我以前，我不想你再浪费你的时间，我知道是可以的，因为我都可以，你一定是可以的，你懂吗？可是你现在是一直像我以前，就往着一个方向走。如果你不变51岁，你不变61岁，你不变，你就完了，你没时间了，你知道吗？Fiona 在我心中，她不会死的。我没有说他死，她不会。哎，我意思她不会自杀的。他怎么会死？不是，我意思是我很差，是吗？不是，是你说我很差吗？不是，不要吵架，唔好嗌交，唔好嗌交。不是，没有，不是我，哎，你误会了，哎。喂，哎，其实我不是发脾气，真的是有感而发而已。为什么我要这样？可能是一时的感触吧，觉得他真像我当年，我不想他就找不到门路，你找到门口迷路了。我当年也是，因为某些情绪吧，总归女人就情绪化吧，尤其是我。那我都马上出到棚外面，我就告诉自己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要冷静冷静，然后我再回来。Sorry， 唔好意思，繼續，唔好意思。No，sorry， 嚟，go 啊，唔好意思。OK， 嚟過，來。惠英红老师，他对我很上心，因为你都已经入行18年了，我为什么要这么跟你说？所以我会觉得他这么讲，是否适合我都会觉得那一刻会有点就是 surprise， 他会有那么多的想法，那么多的情感，那我是非常感动。Fiona， 其实你跟我们讲，你说你从来没有尝试就是装嫩还是装年轻。我觉得作为女演员啊，你跟我都一样，我们都会经过一个年龄，就是很尴尬。你觉得我们作为演员在内地有什么竞争的能力呢？我觉得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题目探讨的太好了，因为我就是有跟我的朋友聊过，要是我要演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妈妈，不是年轻的妈妈，比如说我已经生了可能5、6个孩子，然后最大的那个是30，我说别着急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很相信，就是上天有他自个的安排。你觉得我真的能53岁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子吗？这不可能啊！那53岁还能找你演什么？你40岁，那就演一个妈妈，因为我们现在纠结的是，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卡呀，因为娃娃脸是很惨的，都卡在这个年龄。你看松隆子跳出来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些人关心你，就是因为人家也不敢找你演少女，也不敢找你演妈妈。我觉得这个圈就是最难的，就是这一点。不论你保养的像怎么年龄，好像 Fiona 看上去可能27、28而已，但是那个现实当中，在那个圈里面，导演也好，监制也好，他们不会看你保养的像27、28。你们到底懂不懂？有一些东西是从里面发出来的。说实在的，我希望你真的不要介意，因为我会看很多东西。我看到你有时候你的照片化的妆，
我觉得41还这样。每个年龄其实有它该有的一个味道，我没有说你应该装老，不是，可是该有41的成熟的味道，那是你最优胜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去到51有51优秀。真的，我也是跟他同一个意见，因为履历上你就写着41，人家不会回到你27找一个嘛。我不知道其他的说你20岁啊，你真的20岁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我听了，我觉得不好。但是我比较明白Fiona， 她没有去装嫩，她也没有说，因为她今年41了，我就必须要这样子出来跟人家见面。我觉得她就是活得她自己。他就是最舒服的自己。现在最舒服的我认为他没有装，他又没有担心，比如说我今年他没有担心我今天41岁我就不能去演什么角色，我必须要演什么角色，他是随遇而安嘛。是对的，我说是对的。当他在演绎，无论是拍个照片、拍一个杂志，还是你进入工作里面。不是做人是对的，雅姬姐说，但是你当演员就很难，因为你卡在一个位置上，你就没有工作的，他没有觉得他自己卡在那个位置上，没有是在工作是，你懂吗？在私人是对的，他觉得自己这样舒服就好了。OK， 我要以导演的跟编剧的角度来说。因为现在的戏种很多，不同的戏种、不同的年龄的演员都需要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些还是顺其自然吧。今天其实那么多，我们很踊跃的发言，去给你意见，你就慢慢吸收。希望你能在这次过程里面，看看得到一点点东西也好，好不好？反正我希望你开开心心享受整个节目的。你不要介意， OK 你跟我。在同一个年龄里面发生的事情，我很理解，所以我今天说人和话伤害到你 ，sorry，OK？ 没啊，我真的没有，从我那一段时间没有一件东西，我真的发誓没有一件东西能伤害到我，因为那段时间是最黑暗的。我刚才看见你们每一个人夸夸夸夸，本身是看着我讲，然后你们因为聊得很兴奋，就对着互相讲，然后这个画面对我来讲，我觉得真的值了。所以首先我真的感谢你们为我的年纪去讨论了那么久，但是我的结论是说，就导演说的对，演员无论我多漂亮或者多年轻，我们是被动的。我现在是怎么面对人生？我觉得第一，做一个特别是女人。你不能只有一份工作。对，我赞同。生命不仅仅是一个演员。我真心，我发誓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希望可以，每个人给我的意见我都拿一点儿，然后呢，就是把它加在一块儿，变成了一个尽量会更好的薛凯琪嘛。嘿。我下来我会觉得那一刻的我跟他们很接近嘛，他们真的有很多的情绪和想法，这非常好，是热血的。有请赵英子。大家好，我係演員趙英子，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，出道11年，出演過41部作品。然后我现在以 PPT 的方式给老师介绍一下我真实的自己。各位老师们好，我是迪蜜梦扎赵英子。迪蜜梦扎是网友给我起的外号，我当时立刻就收下了。他们呢来源于迪丽热巴、杨幂、孟子义和古力娜扎，所以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认为他们是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。我问一问你问题，我没看懂，我是迪蜜梦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那个，就是迪丽热巴、杨幂、孟子义的结合体，就是華明有情咁樣，就四大天王集於一體。那你为什么你自己是赵英子嘛？你干嘛要他4个名字在那？
对，是的，老师，就是当时其实我是看了网友给我的这么一个评论，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哎，所以我就把它用上来了。但是你不觉得是个是不像的一个贬义吗？是损你的吧，对吧？我真的认为他们是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，所以我就把它转化为这是对我的表扬。那我以后我出来，我就是 Spielberg、Lucas、Tarantino 儿童生，这样。太可爱了。对，总之老师你能记住我就好。你觉得你自己跟他们4个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呢？或者超越他们之处呢？我觉得是颜值可能比较有一点，可能网友觉得比较相似，但是我没有把我的演技和他们来比，我就跟自己比。对，就是说他样子有一点像。在演技方面不要沾到这4个人，是这个意思。对。不是。脸有我不介意，演技别来了，不是的，我觉得我告诉你，这个名字不能用的。对呀，你不觉得你这样迪蜜孟佳是戒严的光吗？这个如果改在我身上，迪麦曼佳惠英红，我会很生气，因为我就是我才是成功，我不用像他们。对，我知道，老师收到。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人。那个图是真的摔倒还是形容？真的摔倒，真的摔倒了。真的摔倒在哪摔？为什么摔得那么假呢？是这样，我当时在拍《天衣无缝的杀青》，我大概连拍了是40多个小时。哦。然后我就要去参加红毯嘛，那天北京特别冷，然后我又穿着那个吊带，就整个我就不好了。晕倒的时候，一瞬间就是想去扶，但是又扶不住。请您稍微靠后一点。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来，你为什么外面不加件羽绒啊？它不能加的，以后我不就有经验了吗？今儿个他们让我穿礼服，我说我坚决不穿，我穿的厚厚的，因为我怕再晕倒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你知道我们在娱乐圈里面，我们好多时候是避免不了一些负面的新闻的。是的。你是怎么看自己的负面新闻呢？有时候，就是大家对我有误解，原来我其实不太会做真实的自己，我总是端着，然后特别害怕别人说什么。但我现在觉得演员最重要的一定要脸皮厚一点，好演员都是被骂出来的，我觉得。你是听到了端着不好，所以你就我端着了，我就不是端着不好，只是如果自己不是那样的人，然后我非要去营造出那样演一个那样的人，我自己很难受、很别扭，甚至不自然。你觉得你多方面都很优秀，你有没有缺点呢？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太实在了。我想回到演出方面的，作文方面，我真的我们很难。好，这是我的履历。其实我的事业呢是出道即巅峰，大2的第1部戏呢就是女1号，第3部戏就是当年的收视率第1名。后边的成绩我就不说了，因为没有任何可以超越我出道的成绩了。但是我觉得无论成绩好坏，演技还在。然后给老师看看我演戏的高光时刻。我拍了那么多次电影，你竟然背叛了我，我哪里被他炸了？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早该应验。我希望你死在我前面，都是魔鬼，实在是太孤独了，是不会原谅的。你告诉我有错吗？我有什么错？哎呦，拍了12年的戏，我总结了12个字，就是起点甚高，中间摆烂，现在稀碎。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起起落落，让我更加明确了，我要用演技重新找回那个起点甚高的我。那个振宇哥，我想问一下您觉得香港的那些电影的话，我适合哪类的角色？监制。振宇哥，我觉得
尔导有很多香港电影，那很适合你，很现实的题材，这个人很放得开。尔导那些电影就千万不要演，是另外一个课题。你意思写实片是吧？对，千万不要演。尔导觉得呢？我有机会找你的戏看一下。对，很适合他。对，是的。所以尔导，你多多留意我，谢谢。好，你去准备一下啊。谢谢，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接着请劉耀文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各位老師，你哋好，我係時代少年團劉耀文。我係一個八字新務演員，冇演戲經驗，冇演戲作品，冇系統學習，希望嚟到你都向各位前輩學習。然後我準備了一首粵語歌，叫《初戀》。分分鐘都盼望跟他見面，默默地去後也從來冇遇，分分鐘都渴望與他相見，在路上碰就一路上幾天，輕快的感覺飄上面，很愛的一個初戀。OK， 好耶，非常好，唱得不錯。我认识他很久，大概3年前的时候，我到他们团里面去见演员。对，你现在才17啊？17岁。那我见你的时候，你才14岁啊？差不多。哇！但是他完全变了。长大了马上。哇！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。但是感觉还是性格没有怎么变，还是比较内向。小丁他演戏很好啊，所以我现在都很期待他念完表演之后再出来跟他合作。我看你的履历，就是说你唱歌、跳舞都很厉害。那现在你又想演戏，你知道唱歌、跳舞跟演戏是两码事。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去演戏？我觉得因为我们唱歌、跳舞的经验会比较多，然后我觉得表演跟这个上舞台可以稍微通融一下，可能多尝试几次，我觉得进步应该蛮快的。如果有一个戏来找你，给你一个男一，那你能承受外面的风评吗？没事，因为他真的还没演过戏，他是白纸，是最好是白纸，因为白纸是怎么样去画都可以。那如果碰到一个好的伯乐、好的导演，其实他就马上变成一个七七彩彩的。是啊，是。你真的言行举止很像年轻的吴彦祖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像吴彦祖，但是不要去做吴彦祖。明白。发挥你自己学过来的本事，在每一部电影里边发挥你自己耀文本色，就不是阿祖的本色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希望我们不会让你造成童年阴影在表演方面啊。那你珍惜这个机会了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帅哥啊！有請郭曉婷。大家好，老師好，我係拍戲最緊要開心，貴州著名筆字嘅寫嘅郭曉婷。我從6歲開始拍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電視劇，然後這是我的第一部古裝，這個是我18歲生日當天拍的一部戲，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派。我可以在一部戲裡一人分飾2角。這是我的這個 slogan， 就是來無限超越班，站好這班崗。我係郭曉婷，我準備好了。你看看他的履歷，他是專業全國第一。
因为我跟他合作过，哦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他是非常好，真的，他挺专业的，还有很礼貌。谢谢。哎，小婷啊，我看到你大部分没有当上女一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如果你在片场发现别的女演员的灯光永远比你好的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专注在自己的表演。因为我去计较那个东西没有必要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现实，就是不管是机位层面还是灯光层面，就女一号只有一个，他们一定是优先考虑那个的。那对我来说，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我对表演的执着吧。这样就对了，哎。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到内地来之后没有当主角，当配角或者是女二、女三，时光就不在我身上了，真的不在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显示你的本事的时候。因为我是很幸运，我是从一出来就给选做女一号，所以呢，我反而是有点很容易会骄傲，觉得啊，我可能就是我演得好。但其实终于有一次，我就第一次去演配角，戏不多，廖启智演我的男朋友，他戏比我还少。他都非常能吸引我，他把所有这个人物、所有的情感、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，只是有一个眼神、一个表情，他都非常能感动我。其实我都看见，观众也看见，导演也看见，监制也看见，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是配角我就放弃，肯定会有人看得见的。有时候男女主角都是长得很帅很漂亮的，男女配角都是戏好的，都是实力的，用实力说话。其实我相信他有这个潜力的，他可以有把握把光拿过来，这就是功力嘛。加油，拜拜，拜拜，继续努力。他虽然年纪很轻，但他非常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那我也挺欣赏他的。学姐，你来这个节目，因为都是香港的文化嘛，你会说粤语吗？無限超越班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小时候的教育的时候，妈妈是不是给你付出了很多心思？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，都愿意给孩子最好的。就像现在我们有了这一款潜心研究宝宝营养的君乐宝优萃，我觉得妈妈们就会轻松很多。君乐宝是自有牧场，全程有机可追溯，多重营养全面配方，也可以更好的呵护宝宝。我们这个阶段呢，就要翻拍一些很知名的 IP 嘛。其实都是今天来到这里的前辈演员的一些监制啊，都是在他们艺术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作品。你们选了之后，他们会带领你们完成这个翻拍的。下面我先依次序公布 IP 的角色。宝宝人生大戏高端优萃开启，接下来进入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，未来无限优选时刻。哇，这么多经典 IP， 我每个都想尝试。想选《冲上云霄》，想和吴镇宇老师合作。想演的是像《宫心计》还有《金枝欲孽》那种，每个女孩子应该都会幻想自己当娘娘吧？是不行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港剧。小时候也会看《上海滩》。《鹿鼎记》太牛了，《冲上云霄》当时非常有印象。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我们只有11个角色，可能有1位会落选。所以你们要想清楚，尽力去争取。如果我没有被选的话，我会有一点不甘，很懵的一个状态，其实被压力倍增的。我是真的怕之后一个戏都没有演上。开启剧组选择。好，
我们首先开启《衝上雲霄》的劇組秀節。件事可以咁樣去睇嘅喎，每次飛行某程度上有機會令到某人一家團聚，點解唔開心嘅？來。因为之前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机长的梦，然后之前还想说想去考一个驾驶飞机的证嘛，但是还没到年纪。我是小时候一直想当战斗机飞行员，但是体检失败了。我想得到吴镇宇老师的指导。难选了。这样吧，我说过会给你一个童年阴影。我就来负责这个成功好不好？我就选你。谢谢吴镇宇老师。因为刚好我是无线电视台从地做起来，可能对于学员会有更多的、更好的意见吧。尤其是他们没学过的人，更容易去让他去融进表演里面，一步一步、慢慢来。希望不会带给你一个噩梦哈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們現在開始《鹿鼎記》。我驚你啊！我驚你唔夠膽咋！就算我再同你打多100次啊，你都會輸俾我。我驚你驚我咋？好，死約會不見不散，死約會不見不散。交給我們的車保羅老師。好，有哪個哥們兒願意參加《鹿鼎記》？我眼镜是不是有问题？应该是有点问题。好吧，那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啊，这个剧有什么特别？我想跟年轻的这一代的人呢，大家分享经验，还有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。因为这个剧呢很特别，很厉害。你看，20几年前我在里头只不过演一个小的角色，叫半头驼。20几年后的今天，我走在哪条街哪条巷子，很多人哎，这个不是什么什么，成功了，对不对？里边有个皇上，有个小宝，那2个是主角。如果谁有份参与这个演出的话呢，他比我更厉害，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你。第3，我还有很多秘密的武器。那你们有谁愿意跟我这个小老头一块玩？我愿意。哎，好，好。车保罗老师说完那番话之后，然后我举手了嘛。我觉得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，尝试一些大家可能不愿意去、怕尝试的东西，那就来试试嘛，对吧？我找到一个 number one， so who is the number two？那反过来说了，我很想听一下，你为什么不选？这个问题好。因为《鹿鼎记》太牛了。哎，好。说了真心话出来，所以没敢碰。真心话，而且演韦小宝的演员又很熟，陈小春春哥很熟，所以就是更不敢碰的一个原因。哎，不过你想一想哦，《鹿鼎记》在电视台里是每10年就变一个版本，又找一个新的演员去做那个版本，哎，越演越火啊！谁都想看《鹿鼎记》啊，为什么你不试一试呢？
但最火的还是第一版呀。对了，我们先别管谁做皇上，谁做小宝，你愿不愿意参加我的团队？老师，我有我心目中的第一选择，因为我希望通过这次机会可以让导师们看到我的更多可能性嘛，这是我来的一个目的。所以我希望先坚持一下我的第一选择。其实我要插嘴，因为我们刚刚希望你们能争取经验，就你们现在你想的多了，因为你有心目中那个角色，你不一定选得到，但是要争取。越比较之前那个演员，你不更有机会吗？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的嘛，你不需要跟他们比较。我们之前说过了，所以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问你了，你要马上要回复，你自己决定，没有勉强的。你决定之后，你自己承担你自己的后果嘛，每个人都要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接还是不接？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。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问你了，你要马上要回复，接还是不接？ Sorry， 我还是想坚持一下我的第一选择，对不起老师。Sorry， 尊重你的决定，请坐。好，请过来，欢迎加入我的团队啊！好，现在是宫心计劇組選角。即係話，如果我肯力正德妃係無辜，係李妃佢拆裝教禍。 你哋就會俾我掌管上公局，冇錯。原來你哋真係想設計誣陷本宮。飛燕你放肆！老师好。 不管是姚金玲还是钱飞燕，他们俩其实都是反派嘛。我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演戏的话，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去体验。对，主要是因为我特别想演一次反派。今天早上你问我，就是我入行18年有什么没试过，就是反派。女生跟女生的戏，我特别爱看，因为我本身觉得女生就是一个很敏感的动物，所以就选择了这一部。 就觉得我对这种后宫的戏比较拿手，我会比较擅长一点。老师，对不起，因为你刚才告诉我你最拿手是反派，那我觉得有时候机会应该是给一些希望能够转型而没有机会的。OK， 我已经有答案了。海琪，两位。过来，两位。 感谢你，感谢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。我们现在开始《使徒行者》的。聽小姐，你同我聽住，唔會俾你有事。全部死過，我同你負責。 他身上那股亦正亦邪的东西，我身上都有。卧底是有两面性的，然后其次就是他是一个火爆的性格嘛，我也是。还有就是各位监制说我平时太嘻嘻哈哈了，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让各位监制看到我冷的一面。
刚才你拒绝了钟保罗，你说你心中已经定了是豹 C 是我的首选，是。这么厉害，我就要你。谢宇哥，丁姐呢？谁有兴趣？我调动情绪和信念感也是蛮强的，我希望能把这个角色挑战成功。真的很爱这部戏，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我都很爱，包括您演的方黑哥。哦，谢谢。我选你，你过来。谢谢。对不起啊。没事。上海滩的选角。看看。浪奔浪流，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。看过发哥演过的电视剧没有？没看过。对，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，他是非常有气场的一个角色。我平时没什么气场，对，所以蛮想挑战这种当大哥的感觉。柯宇，就是你觉得他是个大哥，其实他不单只是个大哥，从一个小人物吧，经历呢，跟他那个遭遇呢。就是许文强性格是比较内敛，还有非常深沉的。我看你的外形呢和你的表现呢，我觉得你是可以捉捏得很好的，可以发挥出来的。谢谢老师。女生来争取了要。因为我本来就是上海人，然后我又有很强的民国情节，我就很想演这样一个表面上看去文文弱弱，但是心里特别有劲儿的一个角色。里边也有很多感情纠结的一些戏，我觉得我可以很好的把握。我就选择黑衣服的。谢谢谢谢。按照这个外形来说，我觉得黑衣服这个同学更符合赵雅芝的气质。对不起啊。没事。就是我是一个不撞南墙不死心的人，所以我就每一个我都站起来。那金枝玉孽的剧组选择，张可颐、鄧萃雯，金枝玉葉。你想表明清白啊嘛？畫花你自己塊面啦。忐忑呀，非常忐忑。我总觉得我要最后去试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戏跟我之前演的一个角色比较像，感情全白费了的时候，他是懂得保护自己而已。对。那我也很开心哦。其实你对玉颖这个角色了解也非常深，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，我就已经有一个人物，我是非常想合作一下的，那个就是。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。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有一个人物我是非常想合作一下的，那个就是韩雪。其实我也觉得找一个跟黎姿真人可能是有点不一样的，我想看看你的演绎的出来的味道，看你愿不愿意就是加入我们这个剧去尝试一下。我说说我的想法。好。
觉得首先还是成全我们的其他年轻的演员。我们今天来这个节目，更多的意义是帮助他们去找到他们适合的角色。因为我一直都有留意他，然后我有看过他一些作品，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，所以这一次我就特别想跟他合作。其实我有个决定还是蛮坚持的，很想韩学来试一试，真的。虽然你说应该给机会年轻的，但是我是从一个精彩的表演去出发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参加我们的这一组。好，谢谢。好吗？可以。其实我跟郑秀文老师也很想跟你合作一下，对，我明白。后来又反复强调想让我去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他们也许希望找一个演员，就是可能在演戏上面，他的那个平衡感会比较好。现在我们有个组是还缺人的，韦小宝，饱了，欢迎光临。行了。那各位演员，你们就跟你们那组的前面演员去看剧本啊什么的，大家马上尽快准备了，好吧？好。你突然觉得，我真的很差吗？就大家都不选我，我有那么差吗？我怎么了？我到底？但是我绷住了，我不能哭。哎，加油！就每次特别想选，但总是选不上。没事，才第一期呢。我们要加油嘛，对吧？但是凯琪姐姐一来安慰我啊，我瞬间就被感动了。我知道你肯定很。每一个角色我都想去挑战，因为我觉得只要有机会，我就想去争取。可是我发现，没有人给你机会，特别难过。我们现在开始《宫心计》使徒行者的剧组选角，上海滩的选角，金枝玉孽。我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，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表达不好。但是我承认，我就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。我的心很好，可是我不会讲话，我很吃亏。这个阶段，我们就要翻拍7个知名的 IP。你不要把自己逼红，不好看。跟你讲了很多遍，用心去演。人类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嘛。太干扰演戏了。他不是演员啊。本季我们联合微博开启无限超越版微博方案玩法，多种定制发布、助力任务、实况预料、点评等不定时派送。来微博一起开启港剧记忆。感谢蓝天下官网、中国蓝 TV、首席娱乐文物合作新浪娱乐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搜狐新闻客户端、百家号、网易新闻客户端、中国新闻网、中国网、中华网、天翼超高清对节目的大力支持。3亿3亿3可以看无限。上海搜索无限超越班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上知乎搜无限超越班，和大叔热聊节目话题。来一刻搜无限超越班首次加6，领无限空间。一个片段下来，我觉得无懈可击。我给你一个红卡。张老师，别说出去，别说出去。歡迎嚟到無限超越班。
老师你好。我们先对对开始。这是表情。3、2、1。哎呦，扎着自己，让我跟那个谁吵一架。哦天哪，这段单独发我。我已经懵掉了。你们就搞这些玩意儿。谁来把我接回去？跟你说，他跟尔导谁更帅一点？接受姐弟恋吗？你现在有腹肌了吗？要亮吗？热爱。无厘头，百变，我真的很感动，都不是问题。加油！接下来问你比较敏感的问题了。这段别掐，一定要播出去。